欢迎来到频道 Daily Star News， 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原答案，袁冰妍丑吗？不适合女主。如何用清晰的脸放大特征？玩桃子，玄贵最近出现的多集诗被袁冰妍评论，有人说她长得不好，有人说她漂亮不配女主，属于耐力类别。那么袁冰妍的审美为何会有如此大的差异呢？其实，袁冰妍的长相并不是一眼就能记住的美人，但也不是那种丑陋的那种。她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嘲笑，因为作为一个瘦脸女主角，她在很多方面都与大家对黑脸女主角的看法不同。她的脸很长，上腔和中腔很长，显得成熟而不是柔软。这就是为什么她们经常被认为不如乍看之下漂亮的原因之一。2. 面部比例。除了面部比例，很多人可能并不觉得袁冰妍的长相有吸引力。她明明鼻子比较高，可是为什么还是让她的脸显得扁平而不立体呢？这是因为她的鼻根凹陷，肌肉比较薄，使她的脸看起来扁平，没有丰满，甚至有点下垂。袁冰妍的上场也很长，外露的额头让她的额头很宽，所以她的容貌非常陡峭，脸上没有肉。只是她那凹下去的脸中央多了几分柔软，所以像以前的九门那样当女仆的样子特别好看。其实和冉英很像，一直被人称为伦比，因为她的脸比较苦涩，又因为鼻子凹而被称为不是女主的脸。这种形象似乎与少女的丰满甜美没有任何关系。我认为她扮演的是一个聪明伶俐但不那么聪明机智的女孩，所以她作为一部不朽电视剧的女主角的存在，乍一看似乎并不合适。美在她笑的时候，她的笑容抵消了平脸带来的苦涩，而这种视觉上的反差让她的笑容特别亲切感人，所以我觉得她还是很适合女学生的角色。其实这和角色本身有关，而且比起其他不朽的女主，这部电影的女主不需要那么漂亮，因为她的角色是失去了6种感官的玄龟人。和图像，杨元冰更适合这个角色。对比2002年的白女大长腿和2006年的老九门，应该承认袁冰妍的风采更加古朴。这是因为她的能力并不华而不实，反而增加了她作为舞者的气质。为了让历史悠久的服装可以更大的她轻松和时髦的气氛。3. 眼睛。接下来，她的眼睛是任何其他非常突出的亮点。扁平的扇形双眼皮线条干净自然，下眼睑成球形弧形，一双睡残完整、灵魂完整的眼睛非常吸引人。出于这个动机，袁冰妍越来越依赖于刘海的图案。一方面是为了缩小她的脸的边缘，准确地勾勒出她上半身的冗长轮廓，并放大她的眼睛的美感。4. 鼻子。袁冰妍的鼻孔是她脸上任何其他矛盾的部分。肉质的鼻孔，在不再特别娇嫩的同时，也不再让她的外表显得有竞争力，反而变得友善，给人一种完全不同寻常的印象。但缺点也很明显，由于她的鼻孔很大，很容易让任何人的视觉认知定位在鼻孔处。而且灯饰和化妆在鼻孔处刺眼，而且灯饰想要减少鼻孔的存在。我想在这里说 ，Blu-ray 中的照明设备、化妆和滤镜存在问题，注意力和唇妆的可见度还不够。这是因为很多人都觉得她像魔山一样无法抗拒，却无法爱上玄熙，化妆也离不开她。不过，袁冰妍在微博上的现场抓拍，却比轩辕的表情要高出许多。那是因为化妆是故意完成的，是为了准确掩盖她的瑕疵。这样做的动机是故意完成化妆以准确和掩盖缺陷。为了解决她脸大、肤色暗沉的烦恼，袁妍平时的眼妆都敢把眼睛往上放大，拉长外眼角，填充睫毛根部。通过这样做，这5种功能在视觉上得到了扩展，显然显得大气而宽敞。事实上，对于女主角的脸是什么形式的脸，并没有定义。主要的方面是演员的出场能力是有序的，然后是照片和功能的匹配。而正如冉爱所说的，她以演员的身份出现，
他是在赌一个普通人的存在。毕竟，作为演员，坐在女主这个角色中的中间，关键仍然是他们自己的出场能力。